建站狂魔又来了，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在一台 VPS 上这台 VPS 是1核心1 G 内存，在这台 VPS 上呢，搭建6个不同的网站。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网站我们常见的 WordPress 站，博客形式的海外独立站。第二个网站呢是我们的有道云有点像我们的云桌面一样的这种，跟我们的 Windows 很像的，这个我之前介绍过。但之前用的是宝塔，那现在我们又可以在我们的 LDNMP 环境架构下来把它搭建出来。第三个网站也是我之前在宝塔里头搭建过的论坛的一个网站，论坛的所有功能它都是有的，有模有样的，各方面还不错。当然这个界面看起来会比较老旧，会比较古老一点，但是实用性还是比较高的。那第4个站呢，就是我们这个苹果 CMS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观看我们的视频。第5个站是我搭建的独角树发卡网站这是之前也出过视频的。第6个站新接触到的一个博客 CMS， 是老外他们比较喜欢玩的，后台大概长这样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掌握它这个怎么去管理和换主题。那6个网站在一台 VPS 上，当前的一个运行状态是比较良好的，基本上 CPU 在没有并发的情况下，也都是停留在 10% 以下的内存的话，占了500兆的物理内存，还有划分了将近3个 G 的虚拟内存，所以是会占据硬盘的空间，运行起来还是可以的，游刃有余的。那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内容我们会深挖这6个点，让这6个点继续进阶，因为我在之前没有触及到。那么第一个点就是 NGIX 呢，我们之前是在一个总的 NGIX 的配置文件里头去配置，那样的话我们的站多了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拆分配置文件就以一个站点为一个单位去配置这个站点的内容。第2点呢，我们会隐藏一些敏感的端口，我们的数据库的端口，还有我们的 Redis 的端口，这些我们都让 Docker 在内部端口的通信不需要暴露到宿主机，也就意味着不需要外网来访问它，就让它在 VPS 内部自己消化，这个也是相对安全一点的做法。PHP 的双环境部署，我们知道有很多站点呢，它的兼容性是比较差的，高版本的 PHP 它支持的不是特别好，动不动就会报错，尤其是那些老的网站源码，个人团体在维护的 7.4 这个版本最稳定，兼容性最好的目前的一个版本。那像我们的 WordPress， 它为了追求新的特性新的性能，速度更快，那我们就可以用新的 PHP 的版本。目前的 PHP 版本是 8.2.8 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目前最新的版本。大厂的网站源码呢，对高版本的 PHP 支持都非常好，展现出来的效果也都是非常棒的。环境搭建完以后，我们后期如何再去添加更多的网站都是可行的，我们不需要再重新搭环境。多类型的网站我们都接入 Redis接入 Redis 的优势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停留在内存上，内存的传输效率是非常高的，不会再去数据库再到硬盘里头去拉数据，这样的传输效率是比较低的。引入了 Redis 内存的缓存机制，提速我们的网站。第5个点我要讲的就是独立数据库，我们这6个网站呢都有自己独立的数据库。以前我们讲的多站并行的时候是前缀改掉，改成 WP1、WP2、WP3 这样的去做同一个数据库的数据区分。但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完全把每一个网站的数据独立，这样的也方便我们去删除站点、管理站点。如果我们未来会搞分布式，这种基础下我们对数据库的管控就非常灵活了。第6个点我们是今天会讲到我们的 ARM 架构的机型也会适配我们的 LDNMP，因为我们的 MySQL 在我们的8以后 Docker 容器，它已经不再区分我们的机型了，它都是兼容的。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6点，我们再重新完成一遍全新环境的搭建，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最终的稳定状态。那我先把我这台机器低调，也就是重装一下，让我们从零开始。这第1个站、第2个站，这些站都已经废掉了，看一下都飞了。
我已经看不了了。我们6个站已经全部歇菜了，滴滴完了啊！我的系统也是全新的，这边是更新，然后安装一些必要组件，像我们的 ZURL、wget、sudo， 还有 circuit， 还有 unzip、tar。有些系统呢，它连 tar 都没有，所以我说最好是装一下。这个 tar 呢是压缩和解压用的，然后 uzip 是对 zip 包的压缩和解压去使用的。那这个复制一下，右键进来，回车让它装。好，这样的就已经安装完成了。安装 Docker， 安装 Docker Compose， 赋予 Docker Compose 权限，这3行命令复制。好，它就自动开始安装，并且把 Docker 安装到最新的版本。好了，这样 Docker 就安装完成了。我们 Ctrl+L 一下把它清掉。好，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创建一系列的目录。那我们要在 Home 目录里头创建一个外部，然后进入外部，创建 HTML， 这个是放我们的源码。这个 MySQL 呢是映射我们数据库的结构的啊，这个是帮我们保持数据持久化的一个目录，是证书的目录，这个是新东西啊。configure.d 是我们的 Nginx 站点存放的一个路径，不再映射我们的 Nginx 主配置文件了，因为那个文件让容器自己来管理。Nginx 官方有可能会对那个配置进行一些更改，随着版本把它掌控了，那对我们后期长久性来讲，管理起来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只要映射一个 configure.d 的这个目录就可以了，以后把我们每个站点的配置文件都放在这里面就可以。然后这边呢，我们再创建 Redis 再创建一个 Redis 的目录，也是存放 Redis 的数据。好，在下面我们要使用 Nano 来编辑我们的 Docker Compose 这个 YAM 文件，复制一下，回车来到了 Compose 的编辑状态。好，我们点击这个链接进入到 GitHub， 先下载下来。因为我今天要跟大家着重去讲一下这里面的构成，本地的文本编辑器打开。好，首先这个是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版本号啊，这个没有问题。这边呢，我们会用一个镜像叫 Nginx 镜像啊，我们先创建 Nginx 容器，这边给 Nginx 容器命名，这个容器开机自启，开放2个端口，一个是80和一个443，映射到我们的宿主机啊，这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外网来访问我们的这台 VPS， 进入到 Nginx 容器，这个.d 的这个目录给映射出来，证书目录映射出来，网站源码的目录映射出来。PHP 呢，我们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FPM， 这个是配合 Nginx 去使用的 PHP 容器，同样开机自启，同样映射路径出来。因为 Nginx 会用到这个 HTML， 它如果发现里面有 PHP 的话，它会传给 PHP 容器，所以 PHP 容器也必须要有这个源码路径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吧？再下面就是我们新增的 PHP 7.4 OK， 我们采用的 7.4 目前最新的这个版本，因为像我们的老的网站源码呢，还是大部分都依托于这种老环境。同样我给它命名为 7.4， 我们同样映射路径，我们的 MySQL Docker 的镜像的名称也是拉取我们 MySQL 最新的版本，映射我们 MySQL 的数据路径。这样的我们的容器删掉了，我们的数据也能保存非常 nice。我们到时候迁移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瞬间又可以拔地而起。那在下面跟我们之前有一些不同，我们之前会创建数据库，而我们现在不创建数据库了，使用我们的 Compose。创建数据库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它只能创建一个数据库，要么就要把我们这个 Compose 弄得特别复杂，才能兼容创建多个数据库。我觉得这样对大家理解起来会比较麻烦。起初不创建任何数据库，只设置 root 的一个密码，一个我们业务层面的账户密码。日常业务去使用的话，就用这种普通账户就可以了。我们的高级账户是来管理我们数据库来使用的。这样的大家做一个区分，这3个都可以改成你自己的。我今天把它下载下来的目的也都是说可以用自己的，因为我们之前呢，你可能搭建的时候，图省事，那你都用的是科技LAN的，那这样的不利于你长久的运营你的网站。那还有一个点，在 MySQL 这个地方，我们隐藏了一个端口号我们3306呢，只让它在容器之间的这个网络进行互相通信，完全不投放到宿主机上，因为投放到宿主机上就意味着你外网能访问，就意味着有心之人可以通过
破译你的 root 密码，获取你里面的数据。那这个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啊，就把它隐藏了。Redis 呢，那我们也不映射出来了，我们只映射一个路径就行了。做安全性的话呢，大家尽可能的去密码呀、用户名啊这些东西都调整一下。那我们把这个全部复制，我们来到 VPS 上右键把它们全部粘贴，然后 Ctrl X Y 回车。OK， 那我们的 Compose 文件也就编辑好了。在申请证书之前呢，我们需要开放一下端口。很多厂商的 VPS 内部其实还有 IP Table 在管控你的端口的一个流通。即使你在运营商的后台你已经开放了，但是对于 Linux 里内部它还是有一套防护机制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导致大家申请证书失败。不管你有没有啊，你尝试先用一下它，这样的一下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来申请证书。那这边呢，就是你自己的域名一定要 DNS 解析一下。好嘞，我们进入 Cloudflare， 找到你要解析的域名。好，这边选择 DNS 解析的这么多站，Web 7、Web 8，那就是我预留的，我到时候想扩站的时候我再用。这样的一个配置都已经解析好了。好了，解析到我们当前使用的这个 VPS 上。解析的目的就是为了申请证书啊，为了让你能够访问到这台 VPS 上。好，那我们先申请这6个证书啊，6个证书共用一个公钥文件和一个私钥文件。这个我们执行了这一行命令，它其实给我们创建了一个定时任务，自动的去续签。如果续签不了的话，大家再重新申请一下也是非常简单的。那这2行我们复制一下，申请完证书下载到对应的位置。切记啊，大家改成自己的，这你解析我这些也没用。那我们复制这2行命令。右键粘贴到我们 VPS 当中，我们回车一下。好了，它就开始帮我们申请证书了。随着我把这个证书申请命令简化了一下呢，这样的一键式的就非常方便了。之前我们先要申请，然后还要下载，就比较麻烦。反正我在搭建的过程当中，有能帮大家省的点，我都会帮大家做优化的。好，这样的我们证书就已经申请好了，放在对应的目录，我们去看一下。好，我们进入 Home Web， 这些是我们刚才创建的，对吧？证书目录在这儿，公钥文件，这是私钥文件，这2个文件管理6个域名，6个域名都要用到它。接下来我们来配置 Nginx 的站点，我们同样进入 GitHub，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我们要复制6个站，我们每一个站点是一个配置。好，我们把模板复制了6份，并且命名成我们自己的域名。首先在这个配置里头呢，我们只需要配置 server 块了，因为我们的主的 Nginx 已经交由容器它自己来完成了，所以我们有点类似于我们的 One Panel 或者说我们的宝塔，我们只需要配置 server 域名的这个模块。我们把域名改成自己的，然后下面也改成自己的。80端口是走的 HTTP， 然后我们HTTP 让它重定向成443，重定向到我们的443端口的 SSL， 就是我们带证书安全的访问。那这个 HTTP2 呢，会在很多方面都会对我们的网站访问速度会有提升，它并发性能会更好。我们不再使用我们的 HTTP 1.1 了，当然现在已经有 HTTP 3了，不是那么成熟，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做过多演示，因为像 Nginx 也没有内置。我们接入 Cloudflare 的话，它会动态的帮我们把 HTTP2 的传输，如果有条件的话，它会给我们改成 HTTP 3，就是在 Cloudflare 那一层，它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处理。好，在下面这块是证书啊，映射的是我们容器内部的这个路径，就是我们刚申请的一个公钥文件，一个私钥文件。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源码路径啊，这边呢指向的是一个 WordPress， 下面呢就是第2个站、第3个站、第4个站，根据你第几个站的域名去开启对应的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可到云的，这个是论坛的，这个是苹果 CMS。这个是独角树卡。那我们第一个站是 WordPress， 那所以我就使用这个。到这个目录下去找这个文件。好，找到 index 以后，我们需要这个伪静态一下。常用的伪静态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但是不常用的，像我们的苹果 CMS， 你就要把这个打开，把井号取掉，把井号加到这上头来啊，就是让它俩做一个替换。然后我们拿到了伪静态的 index， 我们就会传到这个容器里面，通过9000这个端口进行传输啊，传到我们的 PHP 容器内部，让它进行处理，再流转回来。第一个配置就搞定了。我们再看第2配置，同样把域名改掉。
80443域名都改掉。下面这边呢，我们就使用第二个这个路径了。我们解压完以后呢，它直接 indexed 就是暴露在根目录的，所以我们直接保持这样就行了。我们把这个井号移到上面去，就是上面的我给它注释掉了，让它不起作用；下面的我给它应用起来。第二个站点。好，我们第三个站点同样这两个域名改掉，这个 Web3 的这个路径指向给它开启。好，第四个站是苹果 CMS， 然后下面呢我们要把第四个开放，这样的。这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要注释掉了，因为这个伪静态对苹果 CMS 不行，那我们这边就把它们全部开放。好，这样全部开放以后，我们苹果 CMS 的伪静态就配置好了。PHP 这边呢，苹果 CMS 也必须要用 7.4 这样的。好，保存一下。切换 PHP 非常简单，就在我们的 Nginx 的这个站点配置里面，把这个地方改成你的容器名称就可以了。好了，第五个站我们配置两个域名，这边呢指向到独角兽卡的这个目录下，在下面的伪静态我们不需要修改，这边呢同样我们要用 7.4 啊，我们把这个第六个站开起来。好，第一个站关上，这样的就是一个开关。好了，那我们保存一下，其他地方都不需要动，我们用最新的 PHP。好了，我们保存最后一个站。全部站点配置完成以后，我们进入 VPS 的 Home 目录 configure.d 的这个目录，点进去。目前这里面是空的，没有任何站点，我们直接把这6个站全部拖进来。OK， 就这么简单了啊。接下来我们来下载源码。第一个站呢就是我们的 WordPress， 直接使用这一行命令。OK， 这是第一个站就下好了，我们不需要管，待会儿回头再看。第二站可到云，第三个站论坛啊，我们也是一键输入的。第四个站有点疯狂啊，这些全都是我之前给大家整理的，一省什么替换呀，什么反正一步到位了，看小作文一样的。回车，全部搞定。好，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独角兽卡的这个站叫乔姆拉啊。好，那6个站全部下好了，大家不放心的话，进入 Home Web 来，我们看到这个源码目录，井井有条的6个站就已经全部放好了。再接下来呢，我们就一键开始运行我们的 Docker Compose 文件，太爽了！来，我把它放到中间 C 位，回车。5个容器就开始自己的下载金像部署。好，这样的就全部部署了。我们看一下它们的运行情况。好，我们看到这边呢，全部都是正常运作的啊。这个 up 表明没有问题了。我之前呢是想把777降低一点，但是我发现有些网站权限降低了，网站会运行不正常，所以我们仍然是开最高权限。好，最高权限给好以后呢，我们来装 PHP 最新版的这个依赖上传限制内存调整，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大的文件上传不了的话，你要把这个50调整一下。一个 PHP 内部运行了多个业务，我建议大家从128调整到512或者更高，那取决于你当前的物理内存。Nextcloud 就是老外的那个云盘，它竟然要我 PHP 512的内存，默认是128，我建议大家先调成256就可以了。好，这上面全部输入，包括我们的 Redis 的插件，包括我们的图形插件，还有我们很多扩展依赖都装好。进来回车，它就开始装了，这个会装个2分钟。好，我们最新的 PHP 依赖扩展设置都已经配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 7.4 的全部复制，小作文粘贴进来，回车。也是一通装，大概再等2分钟。以后看看能不能给 PHP 官方提点建议，它这个容器里镜像里面应该把这些常用的都装上。包体大也就大嘛，但是我们可以省去了我们未来再安装的这个时间，对不对？非常能节省时间。官方可能会考虑包体的这个大小，但我觉得包体其实对于带宽来讲不是问题，关键是指安装的这个时间花的比较久。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已经装完了，容器我们都重启一下。好，重启完成以后，再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新知识点，是关于我们数据库层面上的一个操作。我们用这行命令进入我们的 MySQL 的容器。好，右键复制进来，回车。那这个时候让我们输入 root 密码。root 密码大家知道在哪儿吗？那没错了，就是在我们的 Compose MySQL 这个容器配置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root 密码。那它输入密码是看不到的啊，我们回车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以 root 身份进入到了我们的 MyCircle 控制面板。它虽然是命令行的，但是它也属于控制面板。全部复制啊，我们把这6个数据库全部创建。回车，全部就已经创建了。再接下来我们查看一下这6个是否创建成功。有6个我们新创建的数据库。那这4个数据库呢是自带的，那这下面6个是我们刚创建的。再接下来我们把这6行全部输入，我们把这6个数据库的权限给到普通业务层面上的用户，粘贴进来全部给到科技LAN，科技LAN都有权限管理了。这样的话，我们网站安装的时候呢，就可以输入科技LAN来完成业务层面上的管理。那我们再确认一下，它是否已经拥有了这些数据库的管理权限。科技LAN能去访问，能去读写。我是不是有一些网站我不要了？那我删掉了它源码目录，我们还要来到数据库，把它的数据库里面的数据也删掉，这样的删得更彻底，并且我们要把这个权限给解掉。从这块开始，有一些源码需要配置，比方说 WordPress， 比方说苹果 CMS， 都是需要后期再配置的，还有我们的独角兽卡都是我们后期要配置的。在这里没列出来的，那就后期不需要配置，直接能用的。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网站，现在是不行的，对吧？我们刷新一下就可以进入安装向导了。这边我们的数据库名写成我们的第一个数据库，用户名科技LAN，用户名密码，这个用户名密码知道吧？也是在这块用到的。我们要使用我们容器的名称 MyCircle， 还是加个11。如果你有多站的话，如果我们接入 Redis 的话，会有一些串站的风险，前缀分开。然后我们点击提交，我们点击完成，我们点击下一步，保存一下，完成，输入密码，登录。这样我们就来到了 WordPress 的后台，插件全部删了，因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OK， 它会弹出这个 FTP， 对吧？到这一步以后，你再输入这行命令啊。来到 VPS 上右键回车，好了，这样的给它权限以后，我们这时候再删除呢，它就可以删了。好，也可以装新的插件，主题也能更新系统了。大家到主题市场可以随便选自己感兴趣的，然后研究一下 WordPress。WordPress 其实在搭建好以后，后半程的这个学问门道还是很多的。做的一些海外独立站的那些大佬，那是真的牛，用 WordPress 用的真的好啊，大概是这样的。哎呦我操 ，iPhone 的这个官网有点屌。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把它接入到 Redis 里。大家看到这块有个插件吗？点击这边添加插件，输入 Redis 第一个啊，大家直接安装就好了。好，点启动。好，这时候呢，我们来到 Redis 这个配置页面，我们发现这块黄的，那大家点这个啊 ，OK， 它就报错了。对吧？报错了没关系，点开这个文件系统，第一个网站，点开 WordPress， 然后点开这个有点麻烦了啊，然后把这个下载下来，这个是我们刚才 Redis 给我们动态生成的。下载下来以后，我们双击进入它。好，进入它以后呢，我们 Ctrl+F 搜索一下127，我们发现这块还是用的127的这个地址，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容器，所以我们要用容器名。那我们 Redis。对，这样的它才能识别。改好以后你再传回来啊。那我们这个页面再刷新一下就好了。OK， 这边都是对勾了，已经正常开启了，这样我们 Redis 就起作用了。第二网站我们刷新一下，这个是可道云啊。OK， 可道云这边也进入到向导了，它这边一开始会监测哪些的开了，这个是它的一个 bug， 因为我装了这个 GD 的扩展，它识别不到，那就是它的问题。那我们这边下一步我们不管。我们选择 MyCircle， 我们把这块改成 MyCircle 容器的名称。存储索引我们不要动了，这个我还没研究啊，大家保持默认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 Redis 我们用上，这个地址我们可以调。刚才我们在 WordPress 是在配置文件里调的，比较反人类。好，这边的端口号不需要动，然后我们点击完成。好，这时候成功连接，那我们保存一下。好，我们给它一个账户，给它一个账户密码。我们下一步，这个是后台登录的啊。好，跳到登录页面，我们账户名密码输入一下。好了，这样的我们就进入到可道云的后台了啊。打开我的电脑，通话效果还是不错的。
第3个站也现在打不开，对吧？我们刷新一下。好，这也是一个安全向导啊，同意。好，这边环境的检测都是正常的，都是 OK 的，目录啊，什么函数检查都没问题。下一步。好，这边呢，我们使用独立安装，它好像还会跟远端服务器有关系。那我们先就独立安装。下一步。好，这边同样配置，所以大家见到这个127这种啊，直接用入容器的名称就可以了。外部3，后台管理员的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邮箱输入完，下一步，保存一下，它就开始安装了。好了，这样的我们就配置好了，我们可以去管理页面去看一下。好了，很多东西啊，这个我就不看了，因为我现在还没研究过这个，我只负责搭建好。好，第4个站是我们的苹果 CMS 啊，那也比较熟了。下一步，好，这边改成 MyCircle， 好，数据库名 Web 4啊，先多点几次它就好了。哎，好了啊，下面是你的后台的用户名密码 ，PHP 不行了，我们改成 VIP 啊，这个是我在之前都讲过的。啊，也登录进来了，然后我们更新一下数据库结构，然后我们主要来讲一下如何接入 Redis 啊，其余的大家可以看我苹果 CMS 那期讲的很多了，性能这块用 Redis 啊，用的容器名称，对，一个数据缓存，一个是页面缓存，都是用 Redis。然后我们测试这个啊是错误的，大家不用管。那他也没想到我们用容器来搭建 Redis。我们往下滑，这边保存一下就可以了。度教授卡我们也来一下，这个 MyCircle 数据库名我们改成 Web 5哦，这样的。然后这个 Redis 呢，我们就 Redis，OK， 也用容器名字，然后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填。我们安装，好，安装成功了啊，可以看到这块安装成功了。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后台，来到后台呢，默认就是 ADMIN 啊，用户名和密码都是。就进入到我们的后台了，而如果有小伙伴顶上出现红颜色的0了，那大家到我的博客里头去看啊，这个地方大家输入一下就好了。然后这边我们选择中文啊，就是 MyCircle I 的这个驱动控制，我们完成。我们需要到这个目录下啊，去证明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删了。好，找到这个最长的这个，把它删了啊，它要证明一下。好，删掉以后呢，我们再点击这个安装，那就可以正常的通过了。进来还是英文，然后我们这边就先不管了。好了，至此呢，我们6个站就已经全部搭建好了。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如何我们再加第7个站是怎么加啊，有点疯狂。来，我们来到源码这块，比方说我们第7个站还是加 WordPress， 那我们就这样的复制一下它。然后来到 VPS 右键进来，我们要创建一个 Web 7，然后进入 Web 7 OK， 然后再去下载，回车。好，我们的 WordPress 第7号博客就已经源码拉取完毕。我的 LDNMP 运行过程当中动态添加站点，大家还是一起申请啊。好，这块改成7。好，这个时候我点回车啊，看一下什么反应。哎，爆红了，它是说我的80和443端口都被占了。那我们需要停止一下 Nginx 啊，需要等我们 Nginx 停止，然后我们再使用刚才这个命令，重新申请一下证书。好，这样的我们的证书又重新申请完了，包含第7个域名的证书。这样的 Nginx 就启动了。进来，我们现在有6个对吧？我们要创建第7个。443这里也把域名改掉。那这边的路径呢，我们就改成7，其他的不用动了。好，把我们的新站点丢进去。哎，这时候就变成7了，对吧？7就在这儿了。我们再赋予一下权限，因为第7个站也要有最高权限。好，加站呢就是这样的加。再进入一下数据库。好，数据库进来以后，好，把这个1改成7，创建一个第7个。OK， 创建好以后，赋予权限。同样这块1改成7，回车。好了，权限也赋予了。好，这块讲一下我们如何从数据库里退出来。退出来是 Ctrl 加 D， 然后就返回出来了。你再 Ctrl 加 D， 你就直接断开 SSH 连接了。如果你从容器里出来，也是 Ctrl 加 D， 回到你上一级的终端，重启一下我们的
nginx。那我们现在用 docker restart nginx。好，重启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了，就是我们的第7个域名。好了，这样的我们就进来了。刚才可能有缓存啊，现在就好了。看还是删不掉啊，还是删不掉，要 FTP 对吧？这行命令复制一下，但是我们要改一些东西。它刚才指向的是 Web 1的 WordPress 的 configure 地址，那我们现在要改成新的啊，我们这个 Web 7的 WordPress。回车啊，这样的就好了。OK， 然后你再装新的。那这块我就不再过多演示了。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一口气搭建了6个网站。并且在最后又追加了一个第7个网站，在一台 VPS 上的操作，我们充分的利用了这一台机器的性能，有一个稳定的 LDNMP 的建站环境，未来追加站点删除站点都是非常方便的。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